死我啦！不就是喝了点酒吗？醒来居然回到1982年了，重生就重生呗，怎么又变成小屁孩了？哼！天天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喝的了？你奶的东西是你能吃的，看我不收拾你！二斌子能吃，我为什么不能吃？我就吃！你还犟嘴，有能耐你给我站住！傻呀，往外跑！行了，咱妈没有追上来，歇歇吧。你跑就跑吧，拉上我干嘛？带着你，咱妈才会给留饭啊。对了，你又去咱奶家悄摸摸拿啥了？香不香？昨天放学路过，看到咱奶拿了2个苹果，一见我立马藏身后，肯定是给二叔家二斌子吃，藏起来不让我吃，我偏吃。奶奶重男轻女，妈生了4个丫头没儿子，好东西我们从来只能看着。我们俩一人一半，回家一起吃，以后别去奶家拿东西吃了。他的东西他想给谁给谁，你去拿就不对。再说妈那么要强，因为你悄摸摸拿东西被奶说到脸上，多没面子。我就是气不过。好啦，别生气啦。好，回家一起吃。今天放学怎么没见到你呢？你是不是逃课啦？你可别瞎说，我们最后一节课是自习，我只不过提前走了会儿。提前一会儿就不是逃课。给你背1个星期书包。顾三姐，你给我站住！傻蛋才站住呢！洗手去。不能跟爸妈说我早退的事儿。哼！磨磨蹭蹭干嘛呢？吃饭。吃过饭写检查，最少1000字。我看西地的玉米棒子熟了，要不明天开始掰？行，明天掰。早上露水重，我一人去就行。你们吃过早饭再去。娘就那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小孩子嘴馋拿个苹果，他跑过来指着我鼻子骂，非逼着我打3镜。王月菊同志通情达理。不买4合院的重生叫什么重生？重活一次，这辈子绝对要活出个名堂来。苹果呢？我去切了给爸妈吃，咱妈吃了一高兴，说不定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这事儿本来就要过去了，那你自己去把苹果送过去吧。小四，你这2天很不一样啊，越来越鸡贼了。哼，不给算了，别去打小报告啊。知道啦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要不是那种人，我能担心。大姐、二姐，吃苹果。哟，小四，你能耐了哈，把3斤的苹果都哄过来了。作业写好了没？写好了，大姐，一会儿我跟你睡一个被窝。好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让大姐远离那个男人，一辈子幸福美满，绝不像前世那样。先拿给爸妈。好嘞。爸，吃苹果。我不爱吃这个，给你妈吃去。我三姐说了，家里每个人都要吃。就这么一个苹果，还让老娘专门跑来告状，说到底还是穷闹的。要是有钱，孩子哪会跑去偷？好吃，去让你妈尝尝。我爸专门吩咐我给您尝尝的。没大没小，快跟你姐一起吃去。一个苹果，一家人让来让去，还是得赶紧挣钱。大姐，我们做生意吧。就你那3毛钱的几率，怎么做生意？小四，要不你把你那3毛钱给我，我们2个加起来5毛，能买1包辣条，我们一起吃。二姐，咱们家你最聪明了，我的想法你听听。
电视里那些人穿的衣服多好看，我们要是能拿到那样的衣服回来卖，肯定有很多人买。你知道从哪儿拿到那些衣服？当然是南方啊，广播里不经常说南方发展的好吗？小四啊，南方多远啊，我们都没去过。你小孩子家的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好好学习，以后考上大学才是你的任务。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唉，我的四合院啊，什么时候才能买呢？今年收成好，卖了粮食，咱们再盖3间房吧。家里就2200块钱了，全搭进去手里就空了。但孩子们总挤一张床也不是个事儿。盖完房子我就出去给人打工，城里盖楼的地方多，挣钱快。盖楼多累啊！你要是一直待在部队多好。趁着还年轻，我努力干几年，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，别再因为一个苹果闹腾。快睡吧，明早还得去西地掰玉米。爸，你要收检查！我今天一定写好。顾思晴，你给我等着！烦死了！爸，快洗洗。别忙活了，快去上学。我来，四妹，你赶快上学去。爸，检查今天晚上交给你。去吧，好好上学。奶说了，女娃子就不配吃苹果。奶还说了，你们家的东西以后全都是我的。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。没事，不用理他。胆小鬼！你就是个胆小鬼。凡事得讲策略，你看这样。小四，你咋突然聪明了这么多？老爸不爱求人钻研，没关系门路，包干不了工程。种大棚需要技术，前期投入大，亏不起。南方的衣服进价低，样式新，肯定好卖。可我一个8岁小孩，加上那3毛钱的全部机遇，怎么才能劝爸妈去摆地摊？小四，放学一起走，我带你去弄好吃的。我不去，赶快走吧，一会儿要上课了。你平常不是比谁跑的都欢吗？前世为了配得上家境优渥的男友，我努力读研进外企，但在他家人眼里，我是农村人就是原罪，去给他妈过生日，却被当保姆一样使唤。那时的自己真贱。小四，要糊锅了。三姐，你把水烧开，我去叫爸妈他们吃饭。奶，你去干啥？去叫我爸吃饭。见到你二叔他们，也喊他们回家吃饭。好。大强哥，奶喊你们回家吃饭。知道了，小四儿，你来喊大伯吃饭啊？对呀。那你快去吧。放学了。叫你们回家吃饭。你别动手了，没戴手套，玉米叶子刮人。行了，吃完饭再干。回家喽！大嫂，看你家这几个闺女多能干，都能赶上一个大小子了。我家这几个孩子啊，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勤快，不管能不能干，都争着下地干活。二弟呢，又去打麻将了。志明来啦，吃了没？我在单位食堂吃过了，这不秋收了，看看有什么活我能帮着干的。你好好上班就行，
地里的活我们几天就干完了。好，明天星期天我过来帮忙。大姐，我肚子要疼死了！怎么忽然肚子疼起来了？快进屋！喝点热水。好多了，不怎么疼了。这热水还真管用。不烫，下午还能不能去上学？能。邓志明在粮所上班，吃商品粮，在村里人眼里高人一等，都说大姐嫁给他能享福，可谁知道他是个花心肠子，婚后跟镇上的小寡妇勾勾搭搭，害得大姐天天以泪水面。一提离婚，他就寻死觅活的威胁，纠缠了10来年。他跟小寡妇的事儿，现在肯定就有首尾，只要找到证据，这个亲他不退也得退。明天起开始放秋收假。小四，一起走啊！韩二胖是我青梅竹马的发小，前世我们初中毕业后，我考上了重点高中，他落榜了，两人的轨迹渐渐平行，慢慢疏远。这辈子大家都要好好的。小四，快来呀，递炮子！我自己摘。二胖，小四，正平哥，大哥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小四别闹。这么完美的少年，前世却是个短命的。但愿今生我能改变他的命运。正平来了，叔，我去洗洗手。正平哥，你们放秋收假了没有？过2天你带我去镇上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们不放假。我去了学校，你一个人在镇上不安全。你要去镇上干嘛？要是买东西，我给你带过来。我不买东西，就是想去镇上玩。下次一定。就3毛钱积蓄，能买个毛？不去镇上，怎么抓住邓志明的把柄？不行的话，我就自己骑车过去。爸，咱家的地窖是不是该整整了？明天我们放秋收假了，我帮你挖。今年红薯长得好，地窖是有些小了。好，明天挖地窖。我看你是想下地窖玩。你的检查写好了吧？哦，好了。念念吧。亲爱的爸爸妈妈、姐姐妹妹们，你们好。对不起，昨天我一时嘴馋，吃了奶奶的苹果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好了，以后不能偷吃东西了。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呀。我这是什么命啊！打麻将输个精光，我这还怎么活人？不就是打个麻将，地里的活不是干完了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呸！他们家怎么了？我去看看。吃饭。生了儿子又能怎样？一天天过得鸡飞狗跳。前世，奶奶临死前还是逼着我爸把宅子给顾学良，就因为我们4个女孩，这辈子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家。志明哥正好要挖地窖呢，你下去挖吧。昨天可是志明哥自己说的要帮忙。志明哥要下地窖啊？那我去找件爸的旧衣服给你，别把你的新衣服弄脏了。志明哥，给。忍着，顾一民长得好看，以后有的是让他伺候我的时候。
挖好了。志明，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？志明，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？挖地窖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二姑不舒服，我跟我爸妈来看我二姑。一敏，我跟双平以前是同学。你是单位的人，怎么能干这种粗活？单位的人就不能干活了？他领导还下地干活呢。一敏说的对，我怎么就不能干活了？一敏，我跟张双……志明哥，你在县里上班都干什么呀？怎么哪里都有这个小丫头？我还想和一敏单独相处。我主要负责粮食方面的工作。哇，那是怎么收的呀？怎么称重啊？用的是大秤还是小秤？想跟家人独处，做梦的吧！我送送你。志明哥再见，有空再来给我讲粮食的故事啊！我和志明才是情投意合，他和我处对象反悔，还拿情书威胁我，一定是因为顾一敏那个坏女人。咋的了？这是脸这么难看？你倒是说呀，咋回事啊？二姑，顾一敏那狐狸精抢了我男人，你跟大房不对付，能不能想办法把这婚事搅黄了？这事儿你找对人了。顾一敏这婚事，邓家爸妈本来就死活不同意。为啥？大房那4个丫头可是出了名的水灵。哼，我早跟邓家透了底，闺女随娘，他家那4个丫头以后都是生不出儿子的绝户命。王月菊，你往日总压我一头，这次我非把你大闺女搅得成没人要的破鞋，看你还怎么抬得起头。双平，明儿你就找邓家一哭二闹去，说你俩早好上了。我再把顾一敏绝户命的事儿往外一传，邓家绝对不要他。二姑，你可帮了大忙了！明儿我就把家里那块好布料拿来，给你做身新衣裳。爸，咱们明天地里干啥活啊？明天得刨玉米杆，这活重，你干不了。明天你就在家好好写作业。哎，知道了，爸。妈，刚才李秀君的对象来帮他家干活了，一大袋玉米，人家单手就拎起来了。你再看看邓志明，上次来咱家让他帮忙挖个地窖，磨磨唧唧跟要了他命似的。别瞎说，我可没瞎说。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光长得体面有啥用？不知道心疼媳妇儿，以后大姐有的苦吃。二慧说的对，那天那个跑来献殷勤，我就答应了。这门亲事真定对了吗？唉，顾思晴啊，顾思晴，你是不是傻？这个点邓志明在两所上班，怎么可能出来鬼混？堵上他！今天看老子怎么废了他！大爷娘，跑去！正平哥，他疯了吗？怎么往死胡同跑？这还是那个脾气好的像绵羊的正平哥吗？小兔崽子，老子今天给你放放血！正平哥，安全队来啦！你胆子还挺大。其实我刚才手脚都是抖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
刚学会骑自行车，跑过来溜一圈。你把我发型弄乱了。你这叫发型？算是我给你赔罪了。走吧，我把你送回家。你的脚别往车轱辘里放。话说，韩家叔叔婶子都不白，二胖也不白，他怎么这么白，晒不黑的白？正平哥，你有什么话直接说。我想让你帮个忙，你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邓志明，就是跟我大姐定亲那个人？留意他干嘛？我觉得他不是好人，但我没有证据，你帮我找找证据行不行？不用天天跟着，我让你哪天跟你再跟。行。我说去地里干活吧，我家大强不让我去，说他一个人就能把活干了。哎，这儿子和闺女就是不一样。二婶，你说男孩好还是女孩好？当然是男孩好。那二婶，你也是从女孩长大的啊？哎，你自己都看不上你自己啊！你跟我斗，气死你！你这丫头真是个机灵鬼儿，你们姐妹几个都孝顺，你妈福气在后面呢。三婶，你也有大福气。前世三婶子有个能干的闺女，赚了大钱把她接去城里享清福了，确实有福。小四，你越来越能耐了啊！你再找人打听打听邓志明，这亲事我越想越觉得不是很好。昨天那个张双平，我看邓志明不踏实。行，之前只在他们村打听了，我明天去镇上他单位找人问问。哟，你们家的玉米帮子可真大，今年收成肯定好。你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去我娘家路过坐坐。腰那么细，屁股那么小，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？一看就是生不出儿子的绝户命。还是张双平好，不仅有工作，爸还是村支书。我家志明天天去镇上两所上班，家里的活儿我跟他爸干不过来，要不让一敏去家里帮几天忙？哪有没过门的儿媳妇去婆家当免费劳力的？这几天家里农忙，一敏虽干不了重活，但能帮我跟他爹打打下手，还真抽不开身。一敏啊，昨天志明还说你呢，去我家玩2天怎么样？婶子，我家也有很多活没干呢，就不去你家了。那好吧，你是金贵人儿，我请不动。我家志明有工作，他不干活可以，他娶的媳妇儿可不能不干活。那你们就娶个会干活的媳妇儿。我不会。好，这话是你说的，退亲，退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一个丫头片子说了不算。我可告诉你们，我家志明是2所的正式工，退了亲，你们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么好的。既然依敏说退了，你们做主父母的倒是给句准话啊！难道你们还要死皮赖脸赖着我家志明这个商品娘不成？退吧。你们家高贵，我们高攀不起，退亲。好，你们别错过了后悔。这就退亲了，是不是太顺利了些？难道我有重生金手指，想啥来啥？二姐，要不我们杀只鸡去给大姐补补心情？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可行。我看是你们2个小嘴馋肉了。其实早前没细看，自打这2天他们家做派看下来，邓家确实不是什么踏实人家。你怎么想的？妈知道刚才你说退，大半是着了虎气的气话。不管是不是气话，既然说了退亲就一定要退。今天都闹到这份上了，若赶着上去求和不退，我即便嫁进去了，也不会有任何好日子过。我跟你爸从没奢望着让你攀龙附凤，当初答应只是图个老职工旱涝保收，能让你饿不着，我们看走了眼。行，不愧是我顾建国的女儿，做事果断利索，咱不伺候那大小姐作风。当初邓家给的彩礼232块钱，1块布，1套衣服，明天通通原样退回去，1分不少，咱不能落人口舌。爸，把鸡宰了吧，正好今天给大姐狠狠补补她那千疮百孔的复杂心情。我这心情好得很，一点缝都没有，用不着补。哈哈哈，那就当做杀给老三解馋，准了！杀大公鸡，给你大姐开腕补心。刚听见赵凤兰要逼大房退婚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抱头痛哭。见鬼了！这么好的亲事黄了，他们不哭，怎么还像过年似的杀起鸡来？
好久没吃肉了，一会儿他们炖好鸡，肯定得给老太太送，到时候肉还不得进我的肚子？哼，这就是生儿子的好处。二婶儿，杀鸡好看吗？一敏啊，刚才我见志明的妈来了，都说什么了？怎么看着走的时候不高兴的样子？一敏啊，你真是有福气，志明是两所正式工，又是商品粮，这是顶顶好的对象。二婶儿，听说你侄女张双平跟邓志明是同学，那天我看着他们关系还不错，当初他们怎么就没定亲呢？要有这好事儿，你也不用在这羡慕我了。我刚才听得清清楚楚，邓志明他妈说要退亲。一米，你就是心里不舒坦，也不能这么瞎编排人吧？实事求是而已。二婶，你至于这么气急败坏吗？哼，我看退了亲，你能再找个什么样的？大姐，这叫及时止损。什么意思啊？比如咱家地窖有一块红薯坏了，是不是得扔掉？不扔，整个地窖的红薯都得坏。邓志明一家就是那块坏红薯，现在扔了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日子。你都从哪儿学的这些？报纸上看的，我是不是很聪明？我家小四最聪明，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。前世也是天天听这句。这辈子我不光要考大学，我还要带着全家发大财，买四合院。小四、三静，给你们奶送过去。小四，我们一人吃一块吧。吃完擦干净嘴。小四，你不吃啊？二婶在那边看着呢。你这个馋嘴婆娘，有好吃的自己偷吃，全部给我的宝贝金孙留一口。让他们自己吵去吧，快走。一米，你别怕，我不会跟你退亲。以前没觉得，怎么现在越看他越恶心了？退亲是两家人的事情，你跟我说吧。顾叔，对不起，我妈不会说话，都是我妈的错，我从没想过跟一米退亲。一米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跟你退亲。但是现在我想退亲。一米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们定亲1年多了，我对你怎么样你不清楚吗？亲家，有什么话我们进屋说吧。亲家，女人家不懂事儿，今天她要是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，你们担待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事儿已经出来了，也撕破了脸，我们家一敏是不能嫁到你们家了。明天我就把当初你们送的那些东西给你们送过去。顾叔，我代我妈向你们道歉，我保证以后绝对对一妹好。这孽障，为了个女人把我的脸往地上踩，这要是真娶回家，我以后还怎么摆婆婆的谱？建国兄弟，你看孩子也道歉了，这事儿就过去吧。你是商品粮，又是两所的正式职工，我家一米是平头老百姓一个，配不上你，这亲事就算了吧。人家是看不上你了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走，回家。我不同意退亲。我不退亲。你们要是退亲，我就死在这里。二姐，刀子割破喉咙肯定很疼吧？血流干了才死呢。不过他是自杀，跟咱家没关系。我去村委会打电话，肯定得让安全队知道。我没捅死自己，也要被你气死！你这丫头打什么电话？退个亲，你们还想让全村都知道？那不行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把刀收起来！你不嫌丢人，老子还嫌丢人呢。就这么说吧，明天我把东西送过去，把庚铁换回来。我看你以后能嫁
个什么好人家？你放心，我无论是嫁给谁，都比嫁到你们家强。行了，都歇着去吧。新社会了，退个亲算什么？这亲退得好，这要是嫁过去，日子不知道过成什么样呢。妈，我知道，这叫及时止损。大姐，来泡泡脚，散散晦气。大姐，我觉得退亲的事儿跟二婶和那个张双平脱不了干系。我想到了，不过她要是觉得邓志明好，那她就嫁。这种烂摊子，谁爱见谁捡。就照凤兰那做派，谁嫁过去都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但是这口恶气，咱们不能就这么咽。当初他们送一敏的那套衣服是红白格子上衣黑裤子，明天去镇上尽量买一样的，肉也买后腿肉，分量只能多不能少，绝不能让他们觉得咱家占便宜。我知道。退亲这事儿肯定跟老二家的脱不了干系。我知道，没凭没据的，不好拿捏他。那样的火坑，谁愿意跳谁跳吧。我就是怕影响一敏的名声，以后不好找人家。怪我，当初没打听清楚邓家的底线，以后再有说亲的，我一定得扒皮抽筋的查清楚。邓家庄离得远，咱在那边也没熟人，怪不着你。明天得嘱咐几个闺女，平时出门小心点，就怕邓家人在背后使阴招报复。大嫂，双平，这事儿必须趁热打铁。邓家昨晚去了顾家退亲，肯定黄了。你们赶紧托人去邓家提亲。咱们女方主动托人去男方家说亲，传出去多难听。过了这村没这店了。妈，你就让人去邓家提亲吧。邓志明条件那么好，万一他又看上别人呢？行，我这就去找媒人。23，一共232块。去了别跟他们多说，给了东西就回来。我怕昨天闹那么凶，他们找村里人打你。放心，他们要是想让邓志明自杀的事儿全村都知道，就尽管来。有人吗？进来吧。昨天从你家回来后，志明他妈就病倒了。 232块钱彩礼，一身新衣服，1块布，6斤肉。你数数，把一敏的更帖给我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再找个什么样的人家。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你少哼哼唧唧的了，还不嫌丢人吗？钱和东西邓家都收了，更帖也拿回来了，这门亲事彻底退了。更帖都拿回来了，大姐二姐该不会反悔了吧？你俩在这干嘛？等你开研讨会啊！哈？邓志明是个成年男人，比我们都高都壮，想套麻袋必须出其不意，先把他推倒。他下班回家会经过林场西边那条小路，那里树多，平时几乎没人走。咱们别纸上谈兵了，必须去实地看看。对，得先踩点儿。明天傍晚咱们一起去林场西边踩点。你们为什么要收顾家送来的东西？女方主动退亲才会退彩礼，你们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是顾一蜜没看上我，主动跟我退亲的吗？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232块钱是你大半年的工资，为了给你办商品粮和工作，家里积蓄都掏空了，你还要定亲结婚，钱从哪儿来？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顾一敏长得跟仙女似的，眼看就要到手的鸭子飞了，我怎么能甘心？你怎么咽不下？是你妈先去人家家里搅和的，没有她，顾家会退亲？哎呦，一天天的全是闹心事儿。志明啊，我也是为你好啊。那顾一敏除了长得好看点还有什么？张双平有工作，爸还是村支书，家底殷实，还上赶着想嫁你，怎么看都比顾一敏强。而且我看顾一敏跟他妈一样，不会生儿子。张双平瘦条脸、高颧骨、小眼睛，皮肤黄的跟土一样，你觉得他配得上我？儿子娶媳妇不能光看脸，肯定是张双平在背后撺掇你的。就是不想让顾一敏进门，长得跟狐狸精似的，儿子魂都被勾走了，以后我这婆婆还怎么当？择日不如撞日，要不咱们再等会儿，看邓志明会不会来。要是来了，直接干。明天爸妈在家，咱们4个都不见人影，肯定会惹怀疑。那边好多地泡子，快吃！反正也做不成小仙女了，破罐子破摔吧。
按演练的形式。疼死了！刚才差点被打得尿出来，还好憋住了。你是二柱家的志明吧？你这是咋了？被人套麻袋了？得罪谁了？是，哎呀，这可怎么是好？你这是……我没事儿，骑车摔倒了。你这哪是自己摔的？明明是有人套麻袋嘛！你这几天得罪谁了？你仔细想想，肯定得罪人了，不然怎么会挨打呢？我看这事烦不烦人？打我的人不会就是他吧？打完还留下来恶心我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他爸，你快来！志明被人打了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在镇上好好的，谁敢打你？下班回来，刚出镇子，到了林场西边那条小路，车后轱辘突然被人拿半块破砖砸了一下，我刚要伸脚去支地，就被人从后面推倒了，跟着脑门上就被套了个麻袋。看清是谁了吗？几个人套得死死的，眼睛嘴巴全糊了土，上哪儿看去？起码4、5个人，一句话不说，上来就往死里踹，下手黑着呢。要不是刚好有人路过，我今天非交代在那儿不可。是哪个杀千刀的干的？肯定是他，绝对是他！最好是顾建国，这样我就有理由找他算账，说不定跟一敏的亲事还能有转机。不是顾建国，他今天去了河滩，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地里呢，他没时间打人。那是谁呀？不是顾继国，那只能是他了。那个小寡妇的香环，肯定是为了小寡妇来警告我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我爸妈知道。刚才堂屋里那个生面孔是谁啊？是来给你说媒的。说媒？昨天刚退了亲，今天就来说亲，赶场子呢。说的谁啊？熟人张双平。我不同意。双平虽然没顾一美好看，但也不丑，人家是小学老师，一个月15块钱工资呢。顾一美除了好看还有啥？娶媳妇不能光看脸。反正我就是不同意。郑平，你打架挺有经验啊，平时看着斯斯文文，次次考7级的别人家孩子，这完全看不出来啊。我都让邓家去提亲了，这几个赔钱货怎么还笑得出来？哼，邓志明在他们眼里是草，在我们双平眼里可是个香饽饽，特别是抢来的，那是真香。这4个丫头今天遇着啥好事儿了？一个个乐得开了花。花生熟了，明天去河滩把花生收了。三静和小四也去，能帮上忙。河滩那块地远，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。明早我早起会儿，煮些鸡蛋，烙些饼带上。妈，咱家不是有个小炒菜锅吗？把锅带上，中午我们可以在地里下热面条吃呀。小四啊，你这小脑袋瓜怎么长的？越来越聪明了。哼，小四就是很聪明。不是我聪明，是我看报纸听广播多，广播上经常说不限制人民做生意了。爸，要不我们也做生意吧？赚钱的事儿你不用管，你跟三金好好学习，以后争取考上大学。小孩说话没人理啊！要不是我只有8岁，只有3毛钱积蓄，我现在都准备起飞了。慢慢来吧。现在做生意真没事儿了，要不我们做生意试试？政策应该没问题，但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？咱家8辈贫农都没做过生意，连个介绍的人都没有。那做什么生意好呢？睡吧，挣钱的事以后再说。老爸做事求稳，想让他一下子突然去经商，确实不容易。不过只要他们心里有了这个念头，这事儿就有戏。一敏二慧，咱们骑车先去地里干着，他爸你拉着俩小的，不着急，慢慢走。都说面朝黄土背朝天苦，其实最苦的是想改变家里这穷日子，却找不到门路的焦心啊。双平啊，你快点骑，早点到地里，早点干活。
家人看到了吧？退亲是你们没眼光，有的是有工作的女娃上赶着嫁我们家。抢人的时候觉得是香饽饽，还没过门就被当牛马使唤。张双平，你的好戏还在后头呢。算了，也不端什么小仙女架子了。大姐，恭喜大姐，及时把坏红薯丸子扔出去了。那是别人家的事儿，咱们不管，就你机灵。顾叔，你家锅用完没？借我们热热饭呗。用完了，你拿走吧。东胜这孩子真懒，20多岁了，早该成壮劳力了。村里人笑话我没儿子，可我有4个贴心小棉袄，多暖和。老二，你和他那里的花生再不收就烂地里了，明天就去。顾建成，我给你们老顾家生儿子传相府，到头来还要起早贪黑干活，我生儿子干嘛？他就是故意喊给我听的，我若是生气，反倒如了他的意。我都这么骂了，王月菊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连灯都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个杀千刀的，就知道打麻将，天天找事儿，老子欠你的。不过了，我不跟你过了，我不跟你过了，爱过不过。好羡慕三静和小四，大伯和大伯母从来不吵架，他们天天都很开心。我一回家，连呼吸都不敢用力。建国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一家子人还不起床？快起来，你弟弟都要被人打死了！怎么了？昨天收了一天的花生，今天我们都歇歇。建成又被张家人打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二婶又和二叔闹起来了吧？也不知道天天闹腾个什么劲儿。见不得别人好呗。同样嫁到顾家，她生了儿子，咱妈生了4个丫头，她就觉得咱妈该比她过得差，该天天挨打挨骂。她这是心理不平衡。哼，只要看到咱们家有一点好，她心里就不舒坦，这就是纯纯的嫉妒。大姐，昨天就想吃煮花生，今天我非得吃上不可。生在这样的家庭是挺可怜的，不过你要是还敢像以前那样打着传宗接代的恶心礼传来闹我们家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顾建成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好吃懒做，好赌成性，天天打麻将不顾家，还敢动手打媳妇儿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既然这样，日子过不下去就别过了，都是30好几的人了，不是小孩子，动不动就闹就打，这样的日子谁过着都难受。离了吧。我们是来给春珠撑腰出气的，可没想过让她离婚啊。我叫大哥来是给我挡枪的，我也没想离婚啊，我还指望他操持家务呢。不过大哥这话好像有点道理。顾建国，你什么意思？都说劝和不劝分，你做大伯哥的，不说让我们把日子过好，竟然让我们离婚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看你就是觉得你家一敏被邓家退亲了，邓志明要跟我们双家定亲了，你心里嫉妒。你去邓家问问，我是不是把当初他们给的彩礼原封不动退回去了？是我们家一敏主动跟邓志明退的亲。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，以后要是让我听见你再在外面胡说八道半句，日子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不行。儿子你都有俩了，你怕啥？对呀，我有2个儿子给我养老送终，我怕啥？离了婚，没有张春梅天天找事儿，我的日子会更好。哥，这可真是亲哥。一家人过日子，哪有不磕磕碰碰的？说清楚了就好了。你们是他娘家人，给评评理。咱们是农民，秋收的时候哪有不下地干活的？我昨天跟他说，今天早点起床去收花生，他竟然不同意。双平，你还没跟邓家定亲呢，都能去给他家干活收花生，他给自家人干都骂骂咧咧的，谁家老爷们儿能受得了这个气？爽，真爽！做个真正的男人原来这么爽。他姑父双平和志明的事儿是铁板钉钉的事情，不过是现在秋收忙，没有走礼罢了。我也想跟他好好过日子，只要他以后勤快些，
该他干的事儿他干了，我也不想离婚。得赶紧回去让邓家提亲，把双抛和邓志明的婚事定下来。小四儿又要看报纸啊？赵伯伯，您今天看着跟往常不一样啊，比往常年轻又精神。你这丫头就会哄人。说吧，想干啥？我想把报纸拿回家给我爸念念，让他多学习学习政策。拿去让你爸学习学习。好嘞，谢谢赵伯伯。顾建国要是能有个儿子，就圆满了。闺女再好，以后也是别人家的，人总要有儿子养老送终。前些年有人让他过继，他还不愿意，有他后悔的时候。小四，你混得挺开啊，报纸都让你拿到家了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爸，我给你念报纸吧。我们小四就是大学生的料，念吧。城乡镇的成就，自城市建设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，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。建设初始，不可能所有人一起参与进来，我们就是要发动那些勇敢、积极进取、有思想的同志参与进来，然后带动所有人民一起奋斗。没了。你是接受过教育的人，你应该鼓起勇气做建设的带头人。年轻人就应该有年轻人的冲劲儿。你才38岁，正是大好年华，不趁着年轻拼搏一把，你甘心吗？甘心吗？小兔崽子，教训起我来了！你是人民战士，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。回来吧，我不打你。真不打啊？真不打。过来念报纸，把整张报纸都念完。这是在打击报复。我们建立过多少联系？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次不行，下次就继续。温水煮青蛙，总有一天会见效。我还年轻吧？大家不都这样过的？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我这些年过得确实太安逸了。在部队的时候，身上总是激情满满。退役回来后，热血慢慢退却了。总想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或许小四说的对。什么？趁着年轻，再拼一把。我都听你的。有这么好的媳妇儿和孩子，我必须拼一把。但做什么，还得好好想想。这邓家怎么就没个准话呢？妈，昨天在邓家地里刚开始还好，干了1个来小时，赵凤兰就说志明他爸累了，让我替他刨花生，那可是最累的活儿，我死皮赖脸贴上去，到底图啥呀？双平啊，可我必须嫁。邓志明是商品粮，旱涝保收，大伯转成公办教师，到时候双职工，多少人得羡慕我，我一定要嫁给他，不管用什么手段。妈给你出个主意，现在有2个办法。我选第一种，我就是要看顾一梦那个狐狸精被毁了的样子。邓志明那么坏，就算退亲了，肯定也不会消停。我得想个办法，让他以后再也不敢来欺负大姐。我去地里摘些菜回来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，中午地里偏，人少。不用了，又不远。哎呦，一妮啊，听说你真跟邓志明退拼了？这些人里多半是好奇，还有不少是想看我笑话的。看就看吧，越是有人想看我笑话，我越要每天过得高高兴兴，气死他！美人就是不一样，味儿都是香的。赵二海，他竟然有这么歹毒的心思！一敏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干活，让你过好日子。你先松开我！好，我松开你，但你不能跑。你应该知道，这里没人，你跑不掉。你要是真的喜欢我，就去我家提亲。一敏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要是放了你，你爸会放过我？
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好，把生米煮成熟饭，然后我娶你。我保证以后一定对你好。不会的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一敏，我不是没给你机会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谢谢你。你家是哪儿的？我送你回去。我家就是前点上水村的。走吧。一敏，摘菜了。嗯，摘菜了。一敏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妈，我刚才在菜地，赵二海突然从背后把我扑倒，把我拖进了鼠树林。穿绿军装的男人路过救了我，我今天就毁了。爸，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当晚上的，是我无能，才让人一次次欺负我的孩子。你就没问救你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他一直远远的在后面跟着，我没机会问。唉，看来是遇到做好事不留名的恩人。谁呀？肯定是顾建国。我本来想着生米煮成熟饭，他就算打我一顿，也得把闺女嫁给我。现在事儿没成，他不会杀了我吧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觉得我顾建国窝囊，觉得我们家好欺负？不，顾叔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您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是被人指使的。谁指使的你？葛凤莲，葛凤莲和她闺女张双平来找的我。老子当过兵，上过战场，想让你消失的神不知鬼不觉，有的是办法。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谁呀？大半夜的。葛凤兰、张双平，不用我说原因，你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你们吧？从没见过你们这种恶毒的人，你们这种人就是死了也得下18层地狱。你们凭什么打人？我要报警，明天就去派出所报警。顾一敏就算没被糟蹋，也肯定不想把这事儿传出去，他们绝对不敢报警。好啊，你们去报警啊！赵二海已经承认你们唆使了他，你们知道唆使他人行凶的后果吗？赵二海犯的是流氓罪，我们有人证。流氓罪严重的会被判死刑，你们应该听说过。而唆使他耍流氓的人，罪名更大。不信的话，你不是要跟邓志明定亲了吗？你让他问问他大伯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今天的事儿我记下了，以后别再往我们家人跟前凑，也别想着在背后使你们那些阴毒的手段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得让你们死。大姐，你应该不介意邓志明和张双嫂定亲吧？我当然不介意，只是她有那个本事嫁给邓志明吗？我发现有气就要马上发泄出去。就你机灵。大姐，救你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啊？没看太清楚。这才是真正的好人。是吧？小孩子家家的瞎操什么心？或许这就是大姐真正的缘分。不过万一人家结了婚或者有对象了呢？还是打住吧。当初退役，我要是钻营一下进个厂子，或者积极，赵二还敢对我闺女下手，是我太贪图安逸，对不起媳妇儿和孩子。这种事儿谁都不想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，碰上了有什么办法？你这样蔫头拉倒的有什么用？干啥去？别想那么多，我跟4个孩子都觉得你很好。是我做的不好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就该尽最大努力让媳妇儿孩子过好日子，我却没有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生了4个闺女，没生出儿子，他从没说过我一句，对孩子们也极好，嫁给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
过段时间我出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赚钱的营生。小四说的对，我才38，还有好多年可以奋斗呢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这是得罪谁了？被打得这么狠，不是他们得罪不起的人，就是不能说的人。亏心事干多了，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。你们听说没？张双平把上水村顾建国大闺女的对象抢了，断了3根肋骨，必须住院治疗。这到底是得罪谁了？被打这么狠？说什么干出那种丢人的事儿，顾家人打得算轻的。要不是这对门女撺掇，我怎么会色胆包天去动顾一敏？事儿没成，还被打成这样。告诉你们，老子看病的钱你们得全部包了，不然我就把事儿全部抖搂出去。反正我光棍一个人，什么都不怕。你们两家矛盾这么大，要不分开病房住吧？哼，老子就是要跟他们住一个病房，老子住院要人伺候。双平，要不你跟邓志明的事儿算了吧。都已经走到现在了，怎么能算了？不是还有一个法子吗？这个法子不行，换另一个法子就是。小四，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给你。你从哪儿弄的？我姨父给的。你姨父怎么给你带这种糖了？我姨父去给人开车了。给人开车？是跑运输吗？都开车去哪儿呀？不知道，我就听到开车。想说通老爸做生意，靠我一个8岁孩子肯定不行。如果二胖姨父真跑运输，让老爸跟他聊聊，绝对比广播管用。我还有3毛钱，放学请你吃麦芽糖。好。正平哥，你姨父现在给人开车是跑运输吗？二胖跟你说的，是跑运输，你问这个干嘛？就是觉得能去好远的地方，肯定很好玩。爸，今天二胖给我吃糖了。他说他姨父现在可厉害了，去市里给人开车跑运输，能去好多好远的地方呢。跑运输？我出去一趟。大晚上的去哪儿啊？去德一家转转。德义，听说吴安邦去给人跑运输了。是啊，运输公司，安邦脑子活络，看运输公司最赚钱的是货车司机，就天天跟人家司机套近乎，硬是把开车学会了。前些年我真是过得浑浑噩噩，退役回来安安分当农民，现在有经验了，却早就跑到前面去了。长此以往，以后这日子得过成什么样？德义，政策变了，我想着我们是不是也该出去看看？出去看看。人生就是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以前再退下来，总不能一辈子就在这土里刨食，眼看着别人把咱们甩在后头吧？你说的对，咱们当过兵的，不能越活越回去了。行，那咱们就好好寻思寻思，找个赚钱的营生，再拼一把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找个时间跟吴安邦聊聊，等庄稼种上后出去看看。行，明天就去找他，正好他还在家，没回市里。小四，你又有什么好事了？这么高兴？二姐，你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还能想过什么？就是以后找个老实能干的男人嫁了，一家人安安稳稳、和和睦睦的过日子呗。
可每次想到这种不甘心，至于不甘心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你小脑袋瓜子里天天都想些什么呀？姐，我觉得你以后肯定能挣很多钱。你倒是对我有信心。那是当然，以后大姐也一定会过得很好。那我就借你吉言了。我呢？你呀，以后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。那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。要是我的未来有他在的话，应该会很好吧？挣很多钱啊，谁不想呢？可是，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我心里有股劲儿想往前冲，可是却找不到出路。好吃的，好多好吃的。只要有梦想，改变说不定就已经开始。我们家马上就要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你这老小子飘的可以啊！都是自家亲戚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就行。听你不是往南方跑运输吗？我们想了解了解那边的情况。南方啊，那地方可比咱们这儿好上100倍、1000倍，遍地都是挣钱的机会。我跟你们说，只要过去，随便带点货回来，就肯定发财。你这连地不老实，什么带货回来必赚钱？咱们人生地不熟，跑去南方不容易，拿什么货，从哪儿拿，会不会被人坑都不清楚。自作聪明。我不是说跟你一起开车那个老王从南方弄了批椰子回来，结果到了咱们这儿全坏了，亏得血本无归吗？你怎么还撺掇妹夫他们去拿货呀？那不还有很多挣钱的？前些年我处处比不上韩德义，现在好不容易压他一头，这种高高在上的痛快感觉，我还想一直维持下去。谈的怎么样？老吴的话水分太大，不过我跟老韩商量好了，等庄稼种上后，咱们先去省城看看，然后去一趟南方，那边到底有没有机会，亲眼看了就知道。好。爸，你去南方觉得拿什么货回来好卖？你觉得什么好卖？羽绒服。报纸上说的羽绒服又轻又保暖，还特别洋气，对现在的消费者来说绝对实用，肯定能卖出高价。我家小四懂得还真聪明。不过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小孩子的话听听就罢了，到底卖啥还得我自己去看了再说。行，爸记下了。等到了南方，爸好好看看这羽绒服到底是个啥稀罕物。老爸肯定没全信，只要他迈出这一步，思想发生转变，咱们家就不愁发不了财。大姐，你说爸去南方进货做生意，真能成吗？能不能成，试试就知道了。试试就知道了。小四，你说南方啥样啊？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好吃的肯定有，但吃成大胖子就难看死了。咱爸去了南方，肯定会带好吃的回来的。再累也值了。为了4个这么好的闺女，我必须努力拼一把，一定要让她们过上好日子。咱们家活干不完了，我让你去帮我娘家干点活，怎么了？我哥在床上躺着不能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老子刚收完花生，累脱层皮，凭什么去给你家当牛做马？要不是顾建国打断了我大哥的肋骨，我娘家能干不完活？大房这帮黑心肝的都没个好下场。我不管，你明天必须去。双平快要跟邓志明定亲了，定了亲咱们就是亲戚，以后肯定能帮衬咱们。邓志明的大伯可是在县里上班呢。是快定亲了，这不是还没定吗？再说，当初邓志明跟一敏定亲时，我是一敏亲叔，
也没见邓志明对我多尊重。那能一样吗？是不一样。当初可是邓志明求着跟依敏定亲，现在是双平求着跟邓志明定亲。好，你不去是吧？那以后也别想着让我大哥帮你。拉倒吧，张顺树被揍成那样，能帮我什么？爸，去省城路上小心点。我知道，装着吃。我换身衣服，进城穿的敞亮些。我走了。这次出去是带着全家人的期望，我绝不能输。那个是不是邓大柱？邓志明他大伯？依敏跟邓志明的亲事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么退了？不合适就退了。建国兄弟，还真是你啊！你们这要去哪儿？去省城。去省城干嘛？办事儿？有点事。有点事儿。建国兄弟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他不知道你们两家已经退亲了？不清楚他知不知道。他要是有什么算计，我接着就是。哼，这种人最讨厌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当别人都是苞米呢。他估计就是觉得我是苞米吧。退亲闹得那么难看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邓家留。顾建国，你个平头老百姓，敢损我的面子，咱们走着瞧。这裤子形状真怪异，像个喇叭。社会真是不一样了。要是前几年，这绝对算奇装异服，得被区去。两位大哥，你们是来办事儿的？来办点事儿。你呢？我是报社的记者，过来做采访的。记者接触的人多，知道的肯定也多。自家鸡下的蛋，尝尝。谢谢大哥。你们是哪儿的？玉河县的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衣服奇怪？没见过这样的衣服。这衣服看着挺厚实。我家东北的，我们那旮瘩贼拉冷，我又经常外出采访，就咬咬牙买了件面包服，老暖和了。这里面装的肯定不是棉花。那当然，里面是鸭油，就是鸭子毛。鸭绒？这小不就是说的那个什么羽绒服吗？这得多少钱啊？55。55？就这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，我托一个朋友帮我从南方带的。55块钱，一个普通工人将近2月的工资，我们这种地里刨食的农民一年也就能攒上100-200块钱。这衣服真能卖得出去？55块钱买件衣服，换做我打死也不会买。看来小四说的羽绒服不能卖，太贵了，有几个人舍得？茶叶蛋，热乎的茶叶蛋，爱汽水喽！瓜子花生看电影必备啊！社会真的不一样了，现在满大街都是做买卖的，我真是个井底之蛙。省城都这样了，南方肯定更繁华。去南方，出来了才知道自己以前有多无知，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奋斗的。是啊，出来后才知道方向和方法不对，到头来跟没奋斗一样，还是得让孩子上学。你看那个记者，大学毕业在报社工作，不用干体力活，多体面。再看看我家一敏和二慧，还得下地风吹日晒。我这个父亲做的不合格呀。回去后就准备去南方，去南方走一趟货试试。好，回去就准备，不拼一把，对不起媳妇儿孩子。你们几个分了吃吧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在省城亲眼看见，有个记者花了55块钱就买了这么一件大红羽绒服。那是小年轻一人吃饱全家不乐，要是拖家带口的，肯定舍不得。我先换身衣服，我跟德一想过2天就去南方一趟，不过这个面包服肯定不会拿回来卖，肯定没人买。那个记者会买，肯定还有跟记者一样的人。二姐真有商业头脑，我跟二姐想法一样。比方说，爸妈你们都在上班，大姐二姐也有正式工作。要是大姐二姐花2个月的工资买件衣服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要是家里宽裕，孩子自己挣的钱，虽然心疼，但我估计也不会特别反对。在省城，我说的这样的家庭应该很多，一家子都有正式工作，都是商品粮，那日子跟神仙差不多了。一个8岁的孩子
看问题比我还深入，真的是因为书读得多？那你们说，我去了南方，要是遇到面包服的货，进还是不进？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件多少钱吧，要是挣的不多，就没有必要。确实是这样。正好过几个月就要过年，我觉得衣服应该好卖，进些布也行。有钱人过年买成衣，普通人家都是买布自己做，肯定有不少人买。思晴，给你奶送过去。奶，我爸买了苹果和糖，我妈特意让我给你送来一些。你爸干啥买这东西？不知道。老大两口子过日子精打细算的很，无缘无故不可能买这种东西，肯定有事儿。你家真没啥事儿？我家能有啥事？到做饭的点儿了，你去打听打听，你大哥家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我大哥家能有什么事儿？有事儿我也帮不上忙。我说的是好事儿。刚才小四给我送了苹果和糖，你大哥大嫂过日子多精细，无缘无故的不可能买这些东西。你别总是这样，时间长了我大哥对我有意见，到时候对谁都不好。我大哥也是你亲儿子。我能不知道你大哥是我亲儿子？关键是你大哥没有儿子，他的东西以后都该是学强和学斌的。我要是不操着点心，他把东西都给了那4个丫头片子怎么办？我大哥把东西都给他闺女，不正常的很。要是我也会把东西给自己孩子。再说，你就是想拦也拦不住啊！我没想过要大哥的东西，你也别想了。那4个丫头片子以后都是别人家的人，东西都给了别人，你不心疼？不是我的东西，我心疼什么？咱们这日子有吃有喝，还能打麻将，干嘛天天想大哥的东西？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缺心眼儿？我大哥不缺心眼儿，你去好好对他吧。哼，房客脑好一少事儿，大房的东西就该是我儿子的。薛强快该说亲了，彩礼钱还得指望大房出。万一他们把钱花了，我儿子娶媳妇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找大嫂参谋参谋。这个点儿过来，有事儿？大嫂，你说顾健他们会有什么事儿呢？怀疑大房有好事儿，这是嘴巴打扫我们呀。近几天你有没有发现顾老大家有什么动静？没什么动静啊。对了，前几天韩德义去了大房一趟，顾建国跟韩德义是同事，是他们跟以前的同事联系了？我也觉得有这种可能。不管他们干什么大事儿，总得去安全队开证明信。双平，一会儿你去趟邓家，让他们给邓大珠通个气儿，只要卡紧顾建华的证明信，他什么事儿都办不成。一会儿我去镇上买点东西，给你出门准备准备。我一个大男人，出门什么都不用准备。你不用管了，我跟一敏、二辉一起去。中午要是我们还没回来，你们俩就自己做点东西吃。我跟三姐会做饭，不管老爸这次去绅士能不能挣钱，都是个好的开始。离四合院又近了一步啊！小四，你的糖还有几颗？昨天妈一人分了10颗，我吃了5颗，就剩5颗了。我就吃了3。小四，要不咱俩一人吃1个，我们剩的就一样多了。三姐，你觉得你聪明还是我聪明？就知道戳人痛处，不就是聪明点吗？哼，吃的糖一样多。我们一人1个。小四其实也不是很聪明嘛。同志，扯几尺红布。媳妇儿又要给我做红裤衩，每次出远门都做，说能辟邪带来好运气，有次忘了换，被朋友笑了好长时间。金的才管用。怎么了？我看到了那天救我的人，在哪儿呢？进去了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会儿，要是人家结婚，我们得准备些礼。应该的。大姐，你别难受，我没难受，就是想确认一下，在危难时刻被救，换谁都会记在心里。可是进的是领证大厅啊，多半是来结婚的。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，他都是我的恩人。大姐，带着伤来结婚，我看这2人可不像结婚的。是他吗？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同志，那天真是感谢你，要不是你救了我家一敏，他一辈子就毁了。不用，遇到了就该出手。同志，中午我请你吃个饭吧，好好谢谢你。不了，我还有事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儿住？改天我必定登门道谢。我叫罗永年，家是柳树屯的。好，我记下了。
你先去忙吧。我们走吧。一敏啊，你爸说是柳树屯的，叫罗永年，看年纪可不小了，年纪大还是个离过婚的。今天见他身边的女人还满脸青紫。哎，这人打架是利索，可好人未必是好丈夫。他打赵二海时那般果断干脆，救完我又能背过身去护我周全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。跟邓志明定亲1年多，我都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二姐，我瞧着大姐和爸妈脸色都不对，你们去镇上又遇到邓志明了？没有，是在镇上遇见救大姐的那个人了。大姐是看上那个人了？我觉得是，但爸妈估计不同意。那人刚从领证大厅出来，可能是离过婚的。这个年代离婚可是大事，从他救大姐的事儿来看是个好人，但好人不一定适合结婚。那人是柳树屯的，咱隔壁三婶子娘家好像也是柳树屯的吧？你是说问问三婶子？这怎么问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要是被三婶子猜出意图传出去，大姐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不问三婶子，问他儿子张东升。大强哥不是经常和张东升打扑克牌吗？等他们再凑一块儿，我跟着去套套话，就算大强哥看出来不对劲，他也稳重有成数，不会往外乱说。这个可以。要不我去隔壁三嫂家打听打听。先别打听了，三嫂那人嘴不严，别给一米传出不好听的闲话。就冲他救一米那事儿，人虽是个好的，可今天跟他一起那女人满脸的伤又是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什么都还不知道呢，别瞎猜。先放放，说不定过些日子一敏自己的心思就淡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他今天只看了我一眼，我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这么心心念念，是不是太盲目了？就像以前村里的王金玲，哭着喊着嫁给知青，最后不还是被抛弃了？咱们先打听了他的情况，如果是个不错的人，就采取行动；如果人品不行，那就算了。采取什么行动？要是他各方面都可以，你不去试探下吗？如果他也有意，那就皆大欢喜；但如果他没那个意思，如果不可以，或者他没那个意思，我不纠缠。大强哥怎么还不出门啊？这几天地里活多，二叔二婶又懒，活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了。我就是再心焦，也只能等。又来了，这红裤衩我是非穿不可了。什么时候去开证明信？明天就去，到时候你把钱都带走，我在这裤衩里缝个暗袋，钱装在暗袋里。大强哥，你要去打扑克牌吗？我跟着去看看呗。你作业做好了没？做好了。东升哥，听说柳树屯有个叫罗永年的，你认识不？罗永年啊，认识认识，他家那点事儿，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啊？打听清楚了，罗永年大概27、8岁，他5、6岁爸妈就没了，从小跟奶奶过，结婚2、3年没孩子。前段时间回家探亲，结果正冲上他媳妇儿跟那个男人是他堂弟，一家子闹得不精。他奶奶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知道这事儿承受不住，就去了。他前妻脸上的伤是他婶子打的，说是勾引了他儿子。27、8了，年龄有些大，人应该还可以，就是经历挺坎坷的，从小没父母，结了婚又被戴绿帽子，相依为命的奶奶又被气死。现在这种情况还给不给暗示啊？刚死了奶奶又离了婚，他应该没心思考虑个人感情吧？大姐嫁过去会很累，门当户对有时候真的很重要。这个毛衣马上就要织好了，织好后送给他，他要是没回应，我从此以后就不想了。我第一次动心，不想因为胆怯错过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想试一试。他要是对我无意，我也就死心了。这件毛衣本来是给爸织的，他跟爸身量差不多，应该能穿。要是被人知道了，传出不好的名声就不好了。邮寄啊，拿到镇上邮寄到他家。小四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你们在说什么？
有好吃的了吗？同志，昨天说让我们今天来的，我们要去申市。去申市那边有接收人或者接收单位吗？没有的话，开不了证明信。这叫什么规矩？没听说过开证明信还得说出接收人的，这明显是故意刁难人。没有接收单位就是开不了，嚷嚷什么？下一个。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，肯定是邓大柱那货在背后搞事儿。有本事明着来呀，躲在背后算什么东西？那怎么办？要不咱不去申市了？天天去，我就不信邓大厨能只手遮天。本以为退了亲就跟邓家没瓜葛了，没想到这家子人这么阴险。但我们网上举报也未必管用，真憋屈。爸，这叫好事多磨，您就接着跟他们磨，说不定就把某些人的工作给磨没了。小四就是会说话。小四，好事多磨是啥意思啊？铁棍生锈了，是不是得磨一磨，把铁锈磨掉？就是说那人从坏红薯变成铁锈了呗，那可得使劲磨。农闲了，我有的是时间，就跟你们耗。我看你今晚就能把这毛衣收工了，明天我陪你去镇上寄给他吧。再说吧，要不是我跟邓志明退亲，家里也不会惹出这么多乱子，连累爸妈。这节骨眼上，我哪有心情想自己的事？你别多想，邓家那种火坑，就算不退亲，爸妈肯定也不让你跳。这事儿是咱们一家人的事，不是你一个人的错。就是要把邓家那根烂铁棍扔到臭水沟里狠狠的磨。同志你好，我是上水村的顾一敏。前几日遇险，全仰仗同志出手相救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手织毛衣一件，聊表谢意。是个聪明又漂亮的女孩子，遇到那种事，一般姑娘早就吓得哭喊着跑回家了。她倒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硬生生把脸面撑了下来。我的情况就算了，不该耽误人家好姑娘，这毛衣得退回去。那是怎么回事？这人最近天天来开证明信，不知道得罪了谁，一直被卡着开不出来。怎么，你认识？你要是能帮上忙，就帮一把。我赶火车回去了，别跟他说我，小事一桩。个人恩怨不能牵扯到工作里。我还没听说过开证明信还得有接收的，这事儿我完全不知情。这种事儿可大可小，要是顾建国被逼急了上告，那就是大问题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没听说开证明信还得有接收的地方才能开？是邓大柱，他说这个叫顾建国的跟他们家有矛盾，想为难为难他。哼，你们这是以权谋私，还不赶紧去把人家的证明信开了？还有，让邓大柱亲自去给人家道歉。真想上去给他几拳。小吴，你怎么搞的？你就是这个态度服务？怎么规定的？你到底吃透了没有？谁教你开个证明信还要卡着要接收单位的？简直是胡闹！是我错了，两位同志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是我们工作的失误。小吴他刚入职没多长时间，有些规定没有吃透。这是你们的证明信，拿好。若平常我可不费口舌解释，但刚才态度不对，还点名让邓大柱道歉，这两人背后肯定有让忌惮的人物。谢谢。去把邓大柱叫到我办公室。顾建国人没了，哼，肯定又是开不出信，灰溜溜的滚了，敢跟我斗！您找我？顾建国和韩德义的证明信已经开出来了。什么？别管怎么说，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，你这2天就去给他们2人道歉。让我去跟他们道歉？他们算什么东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应该跟张明成有关系。张明成，省城来的那个大少爷，这怎么可能？
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他们就是两个平头老百姓吗？平头老百姓能让张明成出头？我告诉你，邓大姑，你好好的去给人家道歉，让人家把气消了，不然以后有你的好果子吃，还不赶快去！要是他们真跟大少爷认识，为啥不早点找他帮忙呢？我不管他们怎么认识的，现在的形势是张明成为他们出头了，让你去道歉，滚！建国兄弟在家呢。你来干什么？建国兄弟，之前开证明信的事儿是小吴没吃透政策，耽误了你的事儿，我这不特意作为代表来给你道个歉。作为代表，明明是被领导逼着来低头的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客气了，我们平头老百姓哪敢劳您大驾来道歉？东西拿走，我们受不起。建国兄弟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这东西您务必收下，不然我回去没法交差啊。行了，歉也道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以后别在背后搞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。是，我这就走。今天怎么给开了？邓大柱还跑来道歉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个领导说小吴没吃透规定，骗谁呢？不过不管那么多了，信开出来就行。明天我就去买去绅士的火车票。爸，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，遇事千万要小心，别太俭省，不能总吃干粮，对身体不好。我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知道照顾自己？别瞎操心，你只管好好学习。好吧，老爸是个标准的直男。建国兄弟，吃饭呢，一家子热热闹闹的真好，这是给孩子带的礼物。坐。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才知道建国兄弟你去县里开证明信了，还跑了好多天才开出来，你怎么不去找我呢？事情我都听说了，害得你跑了那么多次，没耽误你办事吧？没耽误，没耽误就好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跟你道个歉，毕竟是我们工作的失误，也没啥麻烦。你看你又跑一趟，应该的，毕竟是我们的错。他这是来道歉的，话里话外都是小吴的错，那为什么是他来道歉？开证明信捣鬼的事儿应该败露了，他来道歉肯定是被上面压着来的。他怎么败露的？小吴不过是他找的遮羞度，不知道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志明呢？在单位没回来，说是工作忙。邓志明跟顾建国大闺女定了1年多亲，你们连顾家在县里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。这顾家怎么会在县城有关系？要有关系早就说了。那怎么回事？今天领导亲自下令给顾建国开证明信，我还被逼着去道歉，一张老脸都丢尽了。从没听说顾家有关系啊。也不好说，谁知道顾建国有什么战友？坏了，前些天他去省城，肯定是找战友去了，失误啊，大失误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以后别招惹顾家一家就行了。这个婚退错了啊！顾家也是有关系，怎么不早说呢？还不是都是你做的！我这不也是为志明好吗？张双平那是教师，每个月15块钱工资呢。你们听说了没？邓志明昨晚被人从别人家床上拽出来了，被一群人围观呢。还好退亲了，邓家真是个大火坑啊！是啊，要是不退亲，一敏嫁过去，那日子水深火热呀。前世可没出过捉奸这事儿，怎么这么巧？难道是韩正平干的？你这次出门时间长，就不给你准备干粮了。饿了买热乎的吃，吃点好的，别光想着省钱。我30、40岁的大男人了，出个门不用担心。我走了后，你们娘几个别出远门，出去做事都搭个伴儿，千万别落单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你在外也注意安全。大姐第一次心动表白就被拒绝，可别想不开啊。大姐，那个罗永宁枪法肯定不好。你怎么知道？眼神不好啊。顾一敏同志长得好看，温柔贤惠，手又巧，他没看上，简直亏大了。确实是，3里5村谁不说顾家的大闺女好啊？大姐做饭也好吃，她吃不上，活该。行啦，我就是一时觉得失落而已，以后不说这个人了。爸明天就要去绅士了，要是这次拿的货好卖，以后我们的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大哥，
要人陪不？这也太明目张胆了，就不怕被人说作风有问题？要怕就不干这勾当了。我这是攒了10来年的钱呀，就这么被人偷走了，肯定是你们旅馆的人干的，你们得赔我。你这人说话真可笑，我这是旅馆，不是银行，你钱丢了关我啥事儿？你敢说昨晚那个女人不是你们店里的？什么女人？我没见什么女人，钱丢了赶快去。大男人哭哭啼啼的，丢不丢人？那人的钱攒了10几年，我们这钱也是全家的身家性命啊！多亏了媳妇儿在我裤衩里缝了个暗袋，小偷手腕再高超，总不能掏我裤裆吧？身为隔壁房客，我们需要找你们了解点情况。昨晚在这儿住，有没有听见隔壁有什么异常动静，或者是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昨晚8点多，有个抹着红嘴唇打敲我们的门，问要不要人陪，我们给撵走了。对，后来打水的时候，我看见那女的进了他的屋子，之后那屋就闹腾了半宿。肯定是昨晚那个女人干的，她就是个贼。您不知道，我的钱可是贴身藏的，就缝在我的裤衩里，这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丢啊。看来喜欢把钱缝在裤衩里的不止我媳妇儿一个。不过，要是叫了女人办那档子事儿才丢的钱，那真是活该。这趟出门真是不容易，吃一顿早饭花5毛钱，隔壁那家伙一晚上就把10来年的积蓄全折腾进去了。财不外露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赶紧吃，吃完咱们找人打听打听厂区怎么走。庆氏道台反应。老顾，你确定是这儿？绅士的厂子哪个不是气派的大门，高高的围墙？这里看着跟咱们村差不多大呀。别看这儿破，你看每一家10来间房，几十个工人，这都是私人开的厂子。这路边好几个招待所，咱们先找个国营旅馆把东西放下，再去好好摸摸底。这南方的物价也太吓人了，就2碗素面，几口就没了，要1块3毛钱，抢钱呐！嘘，嫌贵你也得在这儿吃。你看周围这几桌，穿的都是走南闯北的样，不是厂里的工人，就是跟咱们一样来进货的，花点饭钱打听点消息，值。老李，听说前面那家制鞋厂老板刚跟小姨子跑了，现在厂里急着清库存，价格压得极低。真的假的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啊！不过我这本钱不够吃下那么多，要不咱们合伙拼团去拿货吧？我看这里有不少人为了压价格，都在找人搭伙呢。老顾，听见没？量大能降价，还能拼团。先记在心里。下午咱们再多转几家看看。哎，两位大哥是不是来进货的？别担心，我们这是正规旅馆，我是正式职工，不干坑蒙拐骗的事儿。你有啥事儿？这进货有门道，进的多便宜，进的少贵。我这儿能把进货的人攒在一起，你们自己商量怎么拼团拿货，压价费就行。要多少跑腿费？1人5块。大哥，想想你们拼团省下的钱，那可是几十几百啊。我们2个商量商量。行，商量好了，随时找我。人生地不熟，谁知道拼团的人靠不靠谱？万一有诈被坑了就麻烦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咱们自己去进吧，不去赚。2位老板，您看这件，料子厚实，颜色正，30元一件，绝对划算。那个记者买成55，咱们卖一件能赚25，利润可观。只是这30的进价，本钱太高了。2位别犹豫了，这衣服暖和洋气，一件能穿好几年，拿回去准好卖。再给我来200件面包服。哟，张老板又卖完了，生意兴隆啊！好，给张老板备货。2位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天一冷，想拿货都得排队等好几天呢。刚才那位老板拿的价格应该是25一件吧？大哥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别管我怎么看出来的，你要是也给25一件，我们也拿回去试试。大哥，人家张老板是老客户了，全年卖我们家衣服，
我们这次卖得好，以后也全年卖你家衣服。你们能拿多少？先拿100件试试，男款50，女款50。成交。同志，这是2500块换100间面包房的货款，你点点。数目正好。老顾，2500花出去了，咱这出门带的4000块棺材本，现在就剩下这1500了。一不做二不休，走，咱们再去拿点别的货，把这1500也换成真金白银。大哥，货进好啦。进好了。这2包货可是全家的希望，绝不能有一点闪失。老顾，这面包服和牛仔裤在咱们的小县城怕是不好卖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来之前还是想的不够周到，有些失误了。要不，咱们直接把货拉到省城，在省城租个铺子卖。你还记得邱伟光吗？他好像就是省城的吧？对呀，你想找他帮忙，不过咱们以前跟他也不熟啊。以前我看不上那些钻营的人，觉得没骨气，甚至觉得求人办事丢人。现在想想，是我太把自个儿当回事了，不拉下脸，怎么让家里人过好日子？咱俩半斤八两，当初要是活动关系，哪会是现在光景？你真知道他家在哪儿？当初回家探亲，我给他捎过东西，地址还记得。到了省城，我就拎点东西去找他。咱俩要是真在省城摆摊，也得把家里人接过来帮忙。行，我家让你弟妹来，你家让一敏和二慧来，我家那俩熊小子就放你家，让弟妹受累，一起照看着。没问题。顾建国呀，顾建国，以前觉得求人是多丢脸的事儿，现在事到临头了，这心反倒平静得很。生活哪有不求人的时候呢？你找谁？嫂子好，这是邱伟光家吗？我是他以前认识的朋友顾建国。哎呦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老邱，有朋友找。顾建国，哎呀，多少年没见了，快坐快坐，得有7、8年不见了。哎，建国，你这次来省城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兄弟帮忙？我跟韩德义合伙去南方进了批衣服，打算在省城做点买卖，可是人生地不熟，想找个摆摊或者租房的地方，这不就只能厚着脸皮来麻烦老朋友了。南方进货，你们俩这胆子可真够大的。行啊，都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一大家子人靠几亩地，日子实在太紧巴了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这2天我就给你划摸个合适的房子。老朋友，多余见外的话我就不说了，下次过来做生意，咱们兄弟必须好好喝一顿。顾建国和韩德义真是太见外了，我就帮了个小的订铺面的忙，还非让拿件衣服回来。这是你朋友送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这什么衣服啊？怎么这么奇怪？能好卖吗？建国他们别亏了啊！你知道这是什么衣服吗？知道多少钱一件吗？当然值钱，值你1个多月的工资。去年我们领导儿子穿过，在单位轰动了好一阵子呢。你这2个朋友可真够大方的。这么贵？不行，我还是把衣服给他们送回去吧，这礼太重了。你要是觉得礼重，以后多帮他们一些就是了。行吧，下次一起吃饭的时候叫上你哥一起。就知道用我家的关系，就是这衣服你穿可惜了，要是能换小1号给咱家小易穿就好了。你得了吧，我可丢不起那个人。你爸来电话了，他们咋忽然去省城做生意了呢？那可是省城啊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能成吗？老爸还是可以的，羽绒服卖得贵，当然得在省城卖。爸说他来接我们，让你和一敏去，还有你慧英婶子，他家那俩淘小子到时候住咱家。既然你们爸都定好了，你俩赶紧收拾东西吧，锅碗瓢盆铺盖衣服都得带齐了。省城肯定很好玩，我也想去省城。放心吧，咱们很快也能去，说不定过了年咱家就都搬省城去了。
顾一敏，顾一敏，你给我出来！顾一敏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邓志明跟小寡妇的事儿？你故意退亲让我跟他定亲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不跟你吵，我为什么退亲你管不着，你为什么定亲我也管不着。你们最好现在离开我家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们最好赶快滚，不然咱们就去找警员评评理，好好说说你们是怎么定亲的。滚！所有事肯定都是顾家人策划的，他们知道邓志明和小寡妇的事儿，故意挖坑让我跳，都是顾一敏害的我。邓志明工作没了，名声也臭了。本来我想退亲，可偏偏查出来怀孕了，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？行了，别哭了。当初我让你慎重，你不听，现在木已成舟，哭有什么用？邓志明工作是没了，但邓家不还有个邓大柱吗？你去找邓大柱，让他把你的民办转成本办的。要是他们能办成，这个婚也还能结。还缺什么东西？这要是忘拿了，到了省城还得花钱买。妈，再带2双纳好的千层茧吧，去了那儿怕是没时间做。还有爸的厚衣裳也得带上。我没事儿，我先去老韩家一趟，把弟妹和2个孩子接过来，明早我们一起走。建国啊，带这么多家伙事儿，这是要去干嘛呀？出去办点事儿。大嫂，大哥带那么多东西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发财去了？建国到底去干什么了？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明白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就是说出去办点事儿，具体干啥也没跟我说。你一问3不知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娘啊，地都种上了，没啥事儿了，我就不能打个麻将？你大哥的事儿你知道了吧？我亲眼看见了，还跟他说几句话呢。说啥了？他有没有说去干啥？娘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别想着我大哥的家业以后都归学兵和学强了，可能。住在利州的人真是太幸福了。这太白了。是啊，真好。别光看了，去楼上收拾收拾，不然晚上没地方住。你们3个女同志住上面，我跟建国在下面打地铺。门外走廊有煤炉子和案板，可以做饭，那头还有水槽洗漱。你们是楼下卖衣服的？啊，是。你们卖的什么衣服？我们刚来，也不知道。农村人见到城里人，自己都会觉得矮人一截。这大城市还真不好混，但我必须得硬气起来。明天就开业吧，这算日子啥的也顾不上了，看着这2包货在这堆着，心里就焦，早卖早安心。是啊，可是咱们都没做过生意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卖货呀。要不让一敏和二慧先试试那些衣服好看不？这衣服太贵了，看着又怪模怪样的，别穿上不好看，更没人要了。我看行，你俩长得好，要是你们穿上都难看，别人穿上咋样就可想而知了。好看吗？总觉得大腿勒得紧，不太舒服。我说不出来，应该好看的吧？你穿着也好看的吧？明天你俩就穿着这衣服吧，总得把衣服展示给人看。第一次做生意，把全部身家都押上了，要是真亏了，我真不敢想象。哎呦，这俩闺女长得可真俊呐！这衣服多少钱？55。55？抢钱呢！这衣服挺别致啊，人更别致。是不是价格定了高了？不高，
面包服咱们是立州独一份，牛仔裤加上咱们也就2家卖，他们也是卖的15块钱一条。再等等吧，看看明天情况。拼了！这是我第一次推荐衣服，要是被拒绝多尴尬。2位同志，喜欢的话可以试试，我觉得你们穿上肯定好看。能试？在供销社买衣服是不能试的，你们这里能试衣服啊？能，我在楼上住，你们跟我去楼上试吧。这裤子穿着确实显腿长，就是15块钱有点贵了，能便宜点吗？2位姐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是第一次做生意，怕卖不出去，定的价格是最低的了，再便宜真不赚钱。我们租这房子亏了钱，房租都交不上。要不你们再去楼下试试面包服，反正是免费试穿嘛。要不我们试试？这衣服吧，虽然贵了点，但是穿上又暖和，还特别有面子。而且这衣服耐穿，能穿好多年。姐姐你俩长得白，穿上红色更显白了，比我和我姐穿好看多了。我俩没你们白。再说过年穿红色多喜庆。衣服是好，就是太贵了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二慧你行啊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张嘴这么能说呢？刚开始我也不好意思，说着说着就顺了。总算是开张了，2条裤子赚了14块钱，房租基本出来了。建国兄弟，生意怎么样啊？嫂子来了。我带姐妹们来看看。哎呦，你们家这2个孩子怎么这么会长，太俊了。你们快摸摸这料子，这叫面包服，里面塞的可是鸭绒，穿在身上又清浅又暖和，比咱们那大棉衣强多了。摸着是挺软和的，可不是嘛？你们赶紧试试，穿上保准洋气。衣服是真好，就是这价格55块钱，太贵了。是啊，抵我1个多月工资呢，我们再考虑考虑吧。虽然没卖出面包服，但卖了2条裤子，挣了14块钱，大家不要气馁。这就是面包服啊？对，这就是面包服，要不我给您拿一件试试？您穿上真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哼，就这件吧，再给我拿一件牛仔裤。一共多少钱？145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100、200块啊，说花就花了。婶子啊，100、200块在咱们眼里是很多钱，在人家眼里说不定啥也不是。确实是，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这红色面包服我们要2件，老板真不能再便宜点了吗？2位姐姐是回头客了，这样今天刚开张，图个吉利，我做主，每件给你们少1块钱。行，买了。老朱，这衣服试着是真暖和，款式也新，就是这55的价格，你帮我们说说情吧。二慧啊，你看嫂子带了这么多人来，能不能便宜点？嫂子，您要是自己买，我肯定给您成本价，但各位姐姐一起拿6件，这样吧，每件53，这真的是最低的底线了。再低我爸和韩叔叔就要打我了。53，行，我要一件。爸，今天面包服卖了10件，牛仔裤卖了7条，咱们一共挣了277块钱。277啊，这几乎是一个工人大半年的工资了。这几天咱们几个几乎夜夜睡不着觉，今天总算看到希望了。来，干一杯！这生意咱们算是做成了。对于新鲜的东西，刚开始大家不能接受，但只要有人开始穿了，肯定会有人跟风的。咱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没想到做生意这么挣钱，咱们一共挣了4200块钱啊！我能再数数吗？数一敏啊，好好数。得赶快去进货了，明天就买车票。这次咱们多进些货。这几天那个开吉普车的小子一直在铺子门口转悠，一米和二慧留在这儿，我实在不放心。要不
我跟老韩去进货，你们娘仨先回家，等我们回来，你们再来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回来啦！爸呢？衣服好不好卖？你们在省城好吗？好，都好。爸和韩叔叔去南方进货了，衣服全卖光了。太好了，我家老爸终于开窍了。四合院，我来了。跟你们说啊，这次去省城，那衣服卖的可火了，抢都抢不过来，赚了不老少呢。前世听人说80年代摆地摊就能挣钱，看来水分不少啊。爸又去进货啦，这次进什么货？估计还……二慧，你前几天去哪儿了？跟我爸出去了。你跟你爸去哪儿了？我爸不让我说。奶，你要是想知道，等我爸回来问他呗。我就问你了。奶，我刚才看到二斌子哭着回来了，不会是被人打了吧？彬彬，在学校有人欺负你了？有啊，大壮狗生。怎么样，两位老板？我家的货是不是很好卖？顾哥、韩哥，我建议你们这次多拿些货，马上进12月了，到时候货就紧张了。像你们这种一次拿100-200件的，根本排不上号。我们考虑考虑。他说的有道理，过年买新衣服的人多，货紧张，心肠也正常。还是按原计划进200件吧。咱们刚开始做生意，门道不懂，还是谨慎些好。要是卖得好，大不了咱们多跑几趟。好，就200件。牛仔裤可以多拿些，一年四季都能穿。两位大哥，有毛病的下次进货带过来调换就是，不用这么一件检查了。两位大哥，真不多拿些备着，手里资金紧张。哎呦，拿着老些破烂挤什么火车呀？全蹭我身上了！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，大兄弟。两位老哥，你们这大包小包的，装的啥稀罕玩意儿啊？鼓鼓囊囊的，没啥，就是点土特产，带给亲戚的。土特产装这么大2麻袋。老顾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有人路过。你睡会儿，我盯着，咱俩轮换着来。爸，韩叔叔，你们怎么熬成这样了？爸，快擦把脸，我和大姐这就去给你们下面条。哭啥？货平安带回来了，有你们俩给爸下面饭，爸一点都不累。是吃了多少苦，这挣的都是血汗钱啊！这生意赚钱是赚钱，但也太折磨人了。你看看，俩大老爷们儿都快不成人样了。婶子，爸和韩叔在外面拿命拼，咱们在家里更得把店看好，多卖几件衣服，不能让他们这苦白吃。对。你站好了，是没事啊？好啊，是。姐，这会儿功夫又卖了3件面包服，4条牛仔裤。前几天怎么没开门啊？去进货了。今天需要点什么？路过这儿，过来看看。你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我叫张子俊，交个朋友吧。我的车就在外边，带你去兜风怎么样？有对象还来约别的姑娘，把人当乐子呢。不了，我们这儿忙着呢。难追的女孩子才有意思嘛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过来找你。什么时候都没空。那我下次再来找你。二慧，那个开车的男的明显没安好心，看他那做派，身份肯定不简单。咱们在这儿两眼一抹黑的，他要是敢乱来怎么办？要不跟爸说一声？
先不用，以后他要是做了出格的事儿再说。他就是再有权有势，也不能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吧？爸，要不我们隔出来个地方，专门让人试衣服，试裤子的时候不方便。行，在中单角拉个帘子。谁是老板啊？啊，我们俩都是。营业执照拿出来看一下。同志，我们初来乍到，光顾着进货了，把这茬忘了。我们马上去办。那先把门关了，办好营业执照再开始营业。怎么了这是？你们这店没有营业执照，属于无照经营。没必要。同志，我们先关门办营业执照，办好再营业。这丫头倒是有骨气，宁愿关门也不愿意借我的光欠我人情。这块难啃的骨头，我更想啃下来了。算我多管闲事儿。你们赶紧去准备材料，把执照办了。好。刚才这个男的就来过了，说话轻浮，想搭讪二慧。二慧做的对，咱家不稀罕那种人的帮忙，大不了少挣几天钱。本来就应该这样。下午咱俩就跑手续去办执照，晚上把邱伟光请出来吃个饭。对，是得打听打听这个张子杰到底是什么来历，省得以后防不胜防防。大姐，我没事儿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笑什么？我以前觉得以后找个对象长得别太难看，人老实能干，会体贴人，能跟我一起在村里种地过小日子就行了。现在呢，不打算在村里过小日子了。到了省城，我这标准也变了，还是长得别太难看，但得有精明的头脑，会体贴人，能跟我一起在这大城市里奋斗。大姐，你信不信？要是我眼界再开阔些，我这眼光肯定还得更高。这多正常啊！你变优秀了，当然要更优秀的人来配你。姐，我们一起变得更优秀。现在合伙是权宜之计，迟早是要分的。这次索性直接办2份营业执照，免得以后麻烦。老顾，咱们这也算迈出第一步了。想跨越这阶层，咱们这些底层小人物就得把能利用的资源全利用起来，是这个理。你们上次给的那衣服，我回家后才知道有多贵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你们挣钱也不容易。老班长，你帮了我们大忙，那点心意算什么？就是，老班长，晚上我和建国请你喝酒，你可千万别推辞。行，我待会儿问问我大舅哥忙不忙，要是不忙，带他一块儿去。他是东城区安全所的所长，以后你们在这片做生意，认识认识也好办事儿。太好了，那就麻烦老班长了。晚上人民饭店见。晚上这酒局带点什么好？要不还送面包服？邱伟光大舅哥送1件，邱伟光那边也得再送1件，不能厚此薄彼。毕竟没有邱伟光，咱也搭不上这层关系。行，一人送1件。上次给老邱的是男款，这次送女款吧。不过该花的钱必须得花，以后遇到难处，这路铺好了才好办事儿。咱们求的也不是歪门邪道，图个踏实而已。来，以前死要面子，觉得逢迎送礼没骨气，现在倒是越做越娴熟了。我觉得现在挺好，是挺好。建国和老韩送的，他们又让你帮什么忙啦？没让帮忙。今天我带着你哥跟他们一起喝酒了，你哥也得了1件男款的。你这2个战友会来事儿，出手也是真大方。生活所迫吧。当初退业的时候，要是他们有这觉悟去钻进一下，也不会沦落到做点小买卖了。怎么就沦落了？听说他们生意可好了，这种衣服这么贵，你说他们1件能挣多少钱？再挣钱，能有正式工作有面子。去屋里睡。老朱，哪来的衣服？伟光的一个战友是卖衣服的，他送的。老朱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们可不能犯错误。犯什么错误？人家根本没让我办事儿。你天天穿制服，这衣服给儿子穿吧。
2045块钱，今天挣了1060块。照这速度，过2天又得去进一趟货了。这回要不跟着货车走，坐火车能拿的货太少了。货车不安全，路不好走不说，要是路上碰见路匪，咱们就亏大了。算了，还是坐火车保险，大不了咱们辛苦点多跑几趟绅士。我们文天空来这儿吧。来，学会了啊。我是不可能跟你交朋友的，你以后别来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不想。大家都是年轻人，不过是交个朋友，看把你戒备的。再说，你没有听说过多个朋友多条路吗？反正我不想跟你交朋友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。明天我还来。二慧啊，我看这小伙子还不错。婶子，他有对象，有没有对象还不是咱们猜的。你看他开着小汽车，家境肯定很好，人长得也精神，多好的一个人。婶子，这事儿就是我爸妈也不会同意，您别说了，我这也是为二慧好，好不好我自己清楚。哼，这姐俩仗着长得好看，眼光也太高了，连开小汽车的都看不上，想找什么样的？早晚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大姐，我担心张子俊还来，他要是天天来，肯定会有不好的传言。名声对女孩子多重要啊！要是在村里，我早拿扫帚把他打出去了。可这是省城，他身份又不简单，打是绝对不能打的。等爸回来，让他打听打听那个张子俊，不行的话就找他家长，他家长总不能也不讲理，也只能这样了。等爸回来，咱们再租个房子住吧，不想跟他住一起了。咱爸应该有计划，过了年生意应该就会跟他们分开，没有利益牵扯，大家能处得好。牵扯到利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闹掰了，还是分开的好。这次货卖完，差不多就要准备年前的货了。不行的话，下次就跟着货车走。这次带的货已经是极限了。之前都卖了那么多，现在又进这么多货，能卖完吗？婶子，你知道利州市有多少人吗？不知道。整个利州市有120万人，我觉得这120万人里，至少有1/3的人能买得起我们的面包服。这1/3里，如果有1/10的人买，你知道我们能卖多少件吗？4万件。当然，这只是预估，不会太准。建国，咱们家二慧了不得啊！是啊，二慧在经商上真有天赋，就是遗憾读的书少，要是能多读些书，肯定更优秀。其实我也是从报纸上看来的，不过就算卖不了4万件，卖几千件，咱们也能发笔不小的财。你们应该开个分店，我从西区坐公交车到东城区花了很长时间。你们要是开了分店，生意肯定很好。我们也是刚做生意，很多地方不熟悉。分店的话正在考虑。我是罐头厂的，我们厂里有不少人想买面包服，但都嫌远不想跑过来。你们要是有时间，我可以跟厂子联系下，你们把衣服拿到我们厂子卖。那可真是谢谢大姐了。你要是想谢我，就给我便宜点。大姐，你应该知道面包服55一件不还价，我给您50，这个价我基本就不赚钱了。行，我回去就安排。明天你给我打电话，我们约时间，你们去厂里。那我就先谢谢大姐了。你站住！衣服还没有付钱，你不能走。我付钱了。你把钱给谁了？我把钱给他了。他根本就不负责收钱。我就是给他了。你去忙吧，我报安全员，让安全员处理就行。我明明把钱给他了，你就是报安全员我也不怕，这衣服是我买的。你们是不是记错了？他交了钱。你们是一起来的吧？你们不走，他为什么提前走？我家里有事，想先走。要走也该跟同事说一声吧？你给谁说了？我在这看着他，你去报安全员。好。行，这事儿我们站里，不能让人误会朱所长给我走后门。顾老板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不能丢了工作呀。剩下的事儿全凭安全员同志处理。看着打扮的挺好，还在厂子里上班，怎么就是个小偷呢？
要不以后有专人收钱，不要每个人都能收钱了。二慧的想法不错，建国，以后咱们两个在门口收钱。好。给我砸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闯进来？给我砸！就几个外地人，你们怕啥？上啊！韩叔，撤，快撤！为什么来砸我们店？我叫吴大飞，赵香玲是我妈。做错事的是你妈，你还要来砸我的店？怎么，真把自己当会老大了？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报安全员吧。大哥，我们就是一时冲动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就不要报警了。我们平时跟吴大飞玩得好，他一叫我们就来了，根本不知道他们干了啥呀。哼，当我们好欺负？你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那你们想怎么办？一个个年轻力壮的，不好好工作，干这种逞凶斗狠的事儿，你们父母知道吗？领导知道吗？一身劲儿用到工作上多好。这次就放了你们，要是再有下次，我们可不会手软了。谢谢大哥。大哥，面包服能让我试试吗？我想买。这也是个心大的。行，你先试试。多少钱？55。大哥，我们也是不打不相识，能便宜点不？哼，你说呢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爸，咱们找个房子租吧，1.5米的床睡3个人实在太挤了。我也觉得现在几个人挤在这儿很不方便。吃过午饭我就出去看房子。谢谢啊，兄弟。不用谢，你们这是往哪儿搬啊？单位分了房子，往新房子里搬。你是想看看房子，买还是租啊？看情况定。你算是找对地方了。我们单位这批房子下来了，老房子空出来不少。你要是想租，我家这个院子可以租给你2间。就你家这么大的院子，买的话要多少钱？你想买？先看看。就我家这么大的院子，你要是买的话，至少得4000块钱。这么贵？也不算贵，房子一共9间，住一大家子没问题。而且这地价好，往前3站路就是市，医院、学校、供销社都近得很。你这院子卖吗？这个我得回家商量。行，你们商量商量，我再看看别的地方，明天再来。我今天看了2家想卖的，一家300-400平，10来间房，要价4000；另一家大概500平，20来间房，要价5000。不过院子比较旧，看着乱七八糟的。咱们这几批货卖出去，手里的钱够买房子。我今天去看了看，那边有3家院子要卖，不便宜啊。确实不便宜。以前咱俩10来年才攒下2000多块钱，现在一个小院就要4-5千。不过咱们现在确实需要房子，有了房子就能把孩子都接过来了。我明天也去看看，行的话就买了。爸，买了房子是不是就该给3静和小4找学校了？等买了房子，我就去打听学校。到时候我们一家就团聚了。我又去其他地方问了，价格差不多都是这样。小一点的院子4000，大一点要5000。这么贵？其实算算也不贵。二慧跟我算过账，咱们在村里盖3间房要2000多，咱们看的小一点的院子也有8-9间房，再加上地皮的钱，算下来真不贵。要是这么算，确实不贵。下午早点关门，我们一起去看看院子，可以的话就买下来。想要什么？我看看。你们是在哪儿进的货？这个没办法告诉你们，怕我也卖衣服抢你们生意呀？你会吗？走吧。他们不会也要卖面包服吧？那咱们的生意……早晚的事儿。我也爽快点，最低3700。我再带家里人去其他的院子看看。这院子300-400平，12间房，要价3700。这院500来平，20来间房，前后院一口价5000，一分不少。你们俩觉得哪个房子好？要那个大的，5000块那个。院子不干净可以收拾。我觉得买宅子主要买的是这块地，只要地在，以后咱们手头富裕了，想怎么盖就怎么盖。我最近看报纸，城里的宅基地跟村里可不一样，以后肯定很值钱。而且那宅子前后院地方大宽敞，还能自己划出一块地种菜呢。好，那就要大的。这段时间前后大概挣了1万来块，2家平分，加上本钱，我手里有7000多，买那套5000块的房子足够了。
我们买那个300-400平的。行，明天咱们就去找房主过户。谢谢同志。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会是要在我们隔壁开店吧？有可能是。那他们卖什么？也卖面包服？谁知道呢？看看再说吧。两家紧挨着，要是卖一样的东西，肯定互相影响。这俩人也不至于傻到跟咱们卖一样的吧？爸，我们刚才回来看到隔壁铺面的事儿了。我看到了，过几天我跟你们安叔进货的时候，再看看能不能进些其他东西。几天后，距过年还有20来天，棉衣旺季到来。看来也是去绅士的。吴宇，你要是态度好点，求我们带着一起进货也不是不行。毕竟咱们一家也做不全市的生意，这么偷偷摸摸的跟着，真是恶心人。不瞒二位，这衣服是国外过来的旧衣服，不过洗洗熨烫一下就跟新的一样。两位要是感兴趣，可以跟我去码头看看，今天有新货。行，两位大哥想要这种货，直接去码头找我就行。这小子是个什么情况？估计不是什么正当路子，明天问问小张。那些衣服是从国外走私过来的旧衣服，谁也不知道穿过那些衣服的人有没有病，是活人还是死人。你们现在面包服卖的好好的，没必要碰那种东西。做那个生意赚钱是赚钱，但一旦被查出来就是大事儿。不碰，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过来问问你。跟着我们的那2个人，估计进了走私的2手衣服。只要他们不影响我们的生意就行。我看这些家具也都不能用了。虽然杯怎么了？等爸回来让他看还能不能修，能修就先用着。等咱们挣的钱多了，这宅子再好好整理一下。现在先凑合着住。你这样子也挺好看。你又来干嘛？想跟你说几句话。进屋说吧。这宅子是你家新买的？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。你不跟我交朋友，是因为朱玉桥，就是上次跟我一起在你家买衣服那个女的？不是，我跟朱玉娇是2家家长定下来的，我不喜欢她，我打算跟她退亲。你说的交朋友是处对象的意思吗？是。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我爸在工作，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问的。没事儿。你父亲在省政府工作是大官，你能天天开小汽车，说明你家很有钱。但我父母都是农民，我们一家都是农民。现在的生意是拿出我们全家的积蓄做的，我们门不当户不对。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第一，我想要的好日子是过得舒心。我要是跟你在一起，肯定要面对很多人的质疑。在面对你和你们家人的时候，我也是要矮一头的。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。直白的说，第二，我是真的不喜欢你这个人。你不喜欢我哪里？坦率的说，很多方面。我不喜欢你说话做事轻浮，不喜欢你天天无所事事，所以我们真的不合适。我不工作是因为……我知道了，过段时间我就回京市，不打扰你了。理性的说，他不算坏人，所以我才敢说那些真话。要是他是个跋扈的二流子，我还真不敢惹他。他以后真的不再来找你了？应该是。说是过段时间就回京市了。我听说有夜校，要不我们去夜校上学吧？我也正有这个想法，这2天我们就打听打听。咱们得变得越来优秀。现在买衣服的人越来越多，这批货到过年前肯定能卖完。隔壁也进货回来了，把货收拾一下，以后跟隔壁井水不犯河水。也不知道他们进的什么货。管他什么货，这俩人去南方进货的时候，像狗皮膏药一样在后面跟着我们，就是那点安杂心思。真不要脸！
以后小心点隔壁就是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们每天下午关了门就去收拾那座新房子，看着那个破败的院子一点点有了家的样子，再累也觉得浑身是劲儿。奇怪，我们进货回来都好几天了，隔壁怎么一直没有开门营业的动静？姐，隔壁这俩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